嗨，大家好，我是栗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你容易吸引到哪一种异性？对，然后现在从左到右有3个选项，分别是1、2、3。第一个是我去看《排球少年》的电影票根，第二个是书签，成品的书签。第3个是我的朋友去韩国送我的养乐多软糖，它会爆浆，超好吃。它还剩2颗，然后我就很舍不得吃，好好吃哦，怎么会这样？吃完就没了，怎么办？好，那还没有选完的朋友可以按暂停，然后连结一下。选完的朋友，我们就要开始解牌咯。好的，我们现在来迎接第一组的朋友们。第一组的朋友是选到电影票根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看《排球少年》啊？它是一个很热血的动漫，超爱的。好的，那你容易吸引到哪一种异性呢？我们现在看你的特质，也不是你的特质，是对方的特质。那有批判跟真爱，就是2张牌。这边的批判，我觉得是那种，就是他对自己很严格，所以他就自我要求很高，他会很要求自己，比如说平常的平常的言行举止，然后还有一些思想上，他会想要让每件事情都尽善尽美，但是他同时也对自己很严厉，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当别人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标准的时候，他可能会批判他，或者是他是一个蛮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他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站出来说话。那真爱的话，我觉得是他在对待身边的人每一件人事物的时候都是很用心的，就是他不马虎，然后他也是有很纯真的爱，就是对身边的人，我觉得他是很单纯的。有的时候他在进行一些批判啊，或者是指责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没有太多的心眼啊，他只是单纯的这样觉得，但这样子就很容易不小心伤害到别人跟自己，对。然后我觉得他是内心也是很渴望有一个人可以真心的来爱他的，就特别渴望这件事情，你会很容易吸引到这种异性，就对你是全心全意的，没有错哦。那我们来用塔罗牌抽一下这个对方的特质，你容易吸引到哪一种异性呢？我进步了，我已经有办法边洗牌边讲解，我觉得我好棒。那我先抽3张牌，一张、2张、3张，全部抽完好了，我一次看，再抽个3张。你容易吸引到哪一种异性呢？这个是圣杯皇后，然后钱币侍者逆位，那个宝剑侍者正位，宝剑2，还有权杖4正位。好，再来是圣杯9正位，逆位，看错了。好，瞧一下。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因为这边有权杖4正位嘛，它其实就是代表家庭的建立，所以它这边呼应到这个真爱牌，他其实是很希望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然后是希望有人可以很真切的爱他的，就很真心、很单纯，没有什么
利益的计算啊之类的这种。然后同时这边也有出现这个宝剑骑士跟这种宝剑二，我觉得他平常是那种想法很多很快，然后行动力很强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说是男生，就是可能阳性特质上会比较强，但他其实也有他阴柔的一面，就是他包容力很强，只要是他认定的人，就如果犯了一些小错，因为他平常对自己跟对别人很严苛，但如果是对自己的真爱，就如果对方犯了一点小错，他是会很包容的，会甚至是愿意帮助他，就是帮助对方一起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对自己，他认定的自己人是很慷慨的，然后他是比较活在，我觉得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人。他应该平常可能如果会跟别人打交道的话，也只是就是表面上的情感的交流，要真正走入他的内心其实是不容易的。然后他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会以理性为主，他有感性的一面，但是他在执行或思考事情的时候会蛮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跟想法的。有的时候他会因为想太多，然后就绊住了自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然后要往哪里前进。他有可能有那种选择障碍，就是比如说平常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想说到底要穿白色衣服出门比较好，还是要穿蓝色衣服，类似这种。或者是在遇到人生道路中的那个交叉路口的时候会有点犹疑不定，可能会担心如果走了另外一条路的时候，那个后果自己能不能承担，会有点小害怕。但我觉得他其实是蛮有责任感的，很愿意就如果有成家啦，或者是有伴侣对象的话，他是很愿意去做付出情感上的支持，然后也会去赚钱支撑这个家里。对，我这边看起来是这样，然后再抽一张好了。对，他这边还有这个圣杯九逆位，然后这边有批判嘛，我觉得他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跟思维，他可以去质疑，他应该很容易看出来，就是对方对他是真心还是不是真心的，他很容易看出来，所以他很容易发现一些异常的地方，基本上骗不过他。如果要骗得过他的话，就是他假装自己没有被骗。爱情不是都是这样吗？就是假装自己没有看到，然后一昧的欺骗自己，然后把自己蒙住这样子。然后这个人的话，他在金钱上可能会比较，可能没有什么理财观念，就是赚多少花多少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的生活圈很小，就是他认可的人，他是有朋友的，但朋友可能就是2-3个这样子，就是他知心的朋友。他也不太喜欢去外面跟别人的交流，他觉得真心的几个就够了。对，然后如果是就是逼不得已要交流的话，他会戴好他的面具，就是要保护他自己，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心眼、蛮善良的人。那这种人在讲话的时候，通常会比较直接。那在这个社会上比较直接的话，就是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嘛。可以懂你的人就会觉得，没关系，就是我知道你没有恶意。但如果是有心的人，他在听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就是偷偷酸我啊，或者是在偷偷诋毁我这样子。对，所以他就会保护好他自己这样。但你这样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你有时候会不知道到底他真正内心的困扰是什么，就是他会把自己藏起来，不让你看到那个比较阴暗的一面。就你看到他的时候都是理智啊，然后
很有计划跟想法的一个人，然后又有包容心，对自己很好。整体上来讲，就是你容易吸引到还不错的异性，就对你都是蛮真心付出的，只是你都会觉得他们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没有展现出真实的样貌。对，好，那今天的第一组节拍就到这里。如果就是有想法的话，可以在底下跟我留言分享，你是不是都真的遇到这样子的异性？那也祝福你，就是可以找到你的真爱，没有错。好羡慕真爱耶，多么棒的一件事！好，那接下来要来到第二组，第二组是选这个书签的朋友们。好，我们先来看，就是你容易吸引到哪一种异性的特质？这边的话有神性跟顺流。这边的话，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很容易吸引到，我觉得他可能多少有一点灵异体质，就是可能看得到神明啊，或者是可以听到、感觉到，就你可能很容易吸引这种。或者是假设他都不会好了，他可能在某一方面是蛮脱俗的，就是他都会觉得人世间的东西很无聊啊，就大家都只在乎金钱表面上的东西，没有办法看到实质核心那件事情后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其实顺流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会顺着这个时代的能量啊跟流动走，他们算是随遇而安的吧，就是遇到什么就去试试看，他不太会抗拒，就是突如其来的事情，他都会想说，这么有趣哦，刚好有多来这一件事情，就来去试试看好了。像如果有的人他就会比较担心，就比如说他原本安排好这件事情，却有突发状况，他就会担心说，那还要去吗之类的。但你吸引的这个对象不会，他就是哦好啊，既然要去的话就一起去啊，就是比较chill 啦这样子，蛮做自己的。我觉得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就是某一方面来讲，你也是蛮做自己的一个人，很顺着流走啦，不太会想要去做一些抵抗什么之类的，顺着自己的心走。别人在讲什么，你可能基本上就听一下，然后也不见得会真的去执行。左耳进右耳出，但你会听他到底有没有，他讲的有没有道理？那没道理的话，你就直接当做没听到。那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是这种特质的。好，那我现在要来为你抽对方的这个，你容易吸引到哪一种异性呢？我想要一次抽完。圣杯10逆位，然后权杖骑士逆位，钱币7正位，圣杯4正位，宝剑3正位。好，就这张，隐者逆位。好，这边的话，我觉得对方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是神性很强的人，他其实在之前的生活经验中，应该都是受到蛮多伤害的，就是他是挺过了很多的伤害，跟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反复的沉思。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觉得他的特质的话是，他其实在情感上是比较被动的，
就是他可能很多追求者，很多追求者的话，我这边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人，就是长得很漂亮、很有魅力的人，或者是他也许长得很普通，但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想要来跟他交流之类的，但他就会也有很多人跟他告白，但他就是会想说要不要答应这个告白，然后他的话其实会有点害怕真实的自己被看见，所以他都会隐藏自己。他隐藏自己的方式就是他会努力工作，就是努力去迎合社会的需求吧。像社会上觉得成功的那个定义，就是说要赚很多钱啊，然后有房有车之类的这种，他会为了去让大家就是认同他，我觉得也不是让大家认同，就是有点被逼的，你知道吗？就是活在这边，你要么就是都当做没听到，你要么就是去顺应别人，就要么做自己，要么顺应别人。那我觉得你会很容易吸引到，他是很努力的在顺应别人的价值观的人，但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他每次在提出自己的想法或意见的时候，他很容易被伤害，别人可能会觉得说他想太多了，不要这么敏感，或者是可不可以坚强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充满神性的人，他们在某方面来讲，以社会的眼光来说是脆弱的。像我自己就很爱用哭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我不觉得哭是一种脆弱，我觉得哭可以让我发泄我的情绪，哭完之后，我就看着我很丑的脸，然后就说哦，哭完了好爽哦，我接下来要去更认真的做事，就已经释放完情绪了。但以前可能我的父母啊，或者是其他长辈看到，他们不会去关心说你为什么哭了，而是关心说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哭，你都几岁了，这样子很丢脸，你该坚强，你是一个大人了。但是为什么成为大人就不能哭呢？我曾经就跟他们讲过说，哭只是我一个发泄我情绪的管道，我哭完就没事了。但是他们就永远不能理解。我觉得你喜欢的这个人也是在这种状态下长大的，他可能过去有这样子的阴影，所以他内心对于感情这一块，他其实是有创伤的。不论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还是他自己出去谈恋爱，他在感情之中是有创伤的，很多是那种就是别人的言语的攻击跟不谅解。他即使情感很丰沛，他也不敢就是轻易的向别人展现，对，然后他就会有一个自己的面罩把自己挡着，就想说要让大家看到我捏出来这个人格，但他又不是很会捏，就是他有时候会要么就是太热情，就是冲过头，然后要么就是太冷静、太安静了。他可能还在寻找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就你很容易吸引这样子的对象。我觉得他们是很辛苦跟努力的，正在活着的，然后也在探寻自我，说，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要往哪里去？这样子，但你有可能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我觉得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定是在你身上有所共振，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你这样子，或者是你可以给予他们这个情感的支持。我觉得刚刚感应到的是，你不会去逼迫一个人一定要对你讲什么，你都会等到对方愿意跟你讲了，所以你就会仔细的聆听。这样，我觉得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很温暖的一个人。再抽个2张。我觉得你吸引到的人，就是他们可能状态好的时候，他们就是很有包容跟同理心的，但如果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比较专制跟滥情。就这边都已经出这个圣杯国王逆位跟
世界正位，他如果状态好的时候是可以绕着你转的，就是你就是他的全世界这种人，或者是说他其实有很开阔的眼界，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不同的面向。对，那我觉得如果你很容易吸引到这种类型的人，你要去仔细的观察他有没有做好自我的整合，然后状态上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要花时间去疗愈一个人，这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且你可能疗愈了交往啦，不用讲到10年、20年，可能1、2年，你都花很尽心尽力的在保护他跟就是开导他，但他可能最后还是会回到他的那个情绪里面。不过我觉得这一组的人吸引到的人，他可能是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就是他正在探索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你可能也是这样子，探索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推翻自己以前的经验，这边也不算推翻经验，应该是说你会去再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对方也是，就是会去看更多，进而去知道说自己到底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对，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解牌啦。如果有对应到，就是你真的蛮常吸引到这种人的话，你可以在底下跟我留言。哦，对了，这组人可能蛮常遇到渣男的耶，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有点摇摆不定嘛，就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有点小伤心。所以我觉得第2组的朋友们一定要慎选交往的对象，要张大你的眼睛。虽然谈感情是顺着感觉走，但是有的时候在相处上，我们要考虑更多实质上的磨合，感情才会走得更长久。那谢谢第2组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哟，拜拜。那第3组是这个，养乐多软糖的人，对。然后这边有2张牌，第一张牌是死亡的诱惑跟神的孩子。死亡的诱惑跟神的孩子是对方的特质。我觉得这边死亡的诱惑并不是单指说他很容易，就是也有可能啊，就是比较忧郁倾向，然后想比较多，内心比较纤细敏感。因为如果是神的孩子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就都是宇宙的孩子，就看你的信仰是什么，就是他们都是一直保护着我们的。但是如果是在灵性上啊，或感受性上比较发达的人，在这个追求物质跟金钱的社会是会比较辛苦的，所以可能会常常有一些过不去的关卡。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其实内心是很善良的，只是可能大多遭到这个社会的摧残。一定会有人想说啊，我也遭受摧残啊，我就走得过来，为什么这些人走得过来？每个人感受性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边他们是比较敏感的人。但这种人的优点就是他很可以照顾别人的情绪，然后去同理对方。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理解自己够多的话，那我觉得死亡的诱惑它也有一种。死亡它有分精神上跟肉体上。精神上的话，就是说他可能会常常去摆脱价值观，就比如说原本社会是这样子，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会去做一个突破，不会被束缚着，这样子。常常杀死精神的自己，就换一个新的自己。死亡就是重生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追求。追求进步嘛，追求真理的一群人，没错。好，我们用塔罗牌来看一下，你容易吸引到哪一种异性？我要抽6张。
权杖七逆位，然后权杖九正位，圣杯骑士逆位，钱币七正位。第三组跟第二组有点像啊，隐者正位，然后怎么会这样子？我洗牌。圣杯十正位，好，怎么会这样？有3张，有3张跟上一组一样。好，这边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好，抱歉又要再讲一样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在社会中很认真生存的一个人。那他已经到，他是会时不时去回头去检视自己累积的成果。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擅长自我反思的人。那这边跟第三组不一样的，跟第二组不一样的是，他们反思的时候，他们不会害怕，他们会去看到内心真正的自己。比如说害怕的点啊，真正的错误，自己真正是怎么样的人，这样的人其实蛮有眼界的，他们不太会受限一些想法，然后他们很常孤军奋战吧，这么说对，但他会死撑着，然后就很累。然后我觉得他们是一旦下定决心跟目标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坚强的意志力跟那种专注力去完成那一件事情，就如果是他认定的事情。那你容易吸引到的对象，我觉得他其实内心的情感很丰富，然后他也很愿意分享给周遭的朋友，他喜欢那种很欢乐，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的氛围。他虽然喜欢就是跟大家一起很快乐的感觉，但他更喜欢就是自己平常在家里啊，还是一个人的时候思考的那种情境，对，他更喜欢那一种模式。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蛮幸福美好的家庭，就你蛮容易吸引到这种。我觉得你可能本身在家庭上，就是家里爸爸妈妈对你的照顾也是算无微不至的啊，就是有幸福的家庭，跟别人的家庭比起来，就是你算是幸福的，在情感上的支持是没有缺少的。那我觉得这边的话，我觉得他在交往，就是在选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吸引到那种，他会前面对你一头热，然后可是后面就对你很冷淡，就是他可能会很容易没有想清楚，就来对你示好，然后等你习惯了，然后他就突然不见，这样比较滥情啊，比较爱自由一点。被这种人喜欢好像有点辛苦，但他们是很自由的这样。同时他们也是很爱冒险，然后他们是被受保护的。再抽2张，宝剑骑士逆位跟审判正位。我觉得这边这一组的朋友们，就你好像很容易吸引到那种直觉力很强，然后有什么？我想一下，然后可能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就可能会看得到守护灵啊，看得到神佛之类的人，就你可能很容易吸引到这种人，有可能你本身也是这样子的人，对。然后这边的话，宝剑侍者，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有点宝剑骑士逆位，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没有想清楚就冲出去，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他还没有想清楚，他就来跟你表明心意，然后可能过了几天就发现，我不是我喜欢的好像不是你耶，这样子，怎么会这样？然后
这边审判牌的话，就是他是遭受到这个天使的呼唤，他身边应该有蛮多神明保护。我觉得你也是有这样子的体质的人，对。然后他应该蛮爱自由的啦，就是人家召唤他去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然后而且他应该很喜欢那种挑战自我极限的事情，就比如说高空弹跳啊，或者是冲浪嘛，跳伞，就类似这样子的事情。运动派，能动能静啦。但有的时候如果懒惰起来就不想动，他蛮极端的，应该喜欢静多一点，对。但他很喜欢突破自我，就是如果学到了新的东西之后，可以马上用，然后有一番成果出来，他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他是一个蛮聆听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就是他心里觉得，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就该这样子去做。所以他那时候可能会内心觉得说，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去跟你表白。他是一个蛮直接的人啊，只是有的时候会没有想清楚，然后你可能就会有点问号的想说啊，那现在要怎么办？这样子，你应该有的时候也是蛮无奈的，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解牌就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是你容易吸引到的异性的对象。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